没有哪一场宫廷博弈会在灯光下开始。当亲信倒戈，党媒转调，一尊架空，中共权力结构已在悄然裂变。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网上爆料称，习近平的亲信在纷纷倒戈，包括赵乐际、蔡奇。近日又传出，当年储君陈敏尔也已经向元老交了投名状。时评人吴建民、作家苏小荷都谈到，现在中共元老要求习近平和平交权，必要做出重大权力调整。许多人已开始抛弃习近平。吴建民指，曾是废太子的陈敏尔已经秘密向温家宝写了一封告密信，揭露习近平曾秘密搜集胡温的犯罪证据，尤其是温家宝家族的各种贪腐证据。这封信既是一纸供状，也是一把划向救主的刀刃。陈敏尔的举动被认为是希望自己在当前的大变动机会里，能够混上个政治局常委或是第一副总理当道。陈敏尔1987年从地方党校调入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，开始了从政之路。之后担任浙江日报社社长、省委宣传部部长。42岁时，陈敏尔已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。习近平2002年上任浙江省委书记，省委宣传部长陈敏尔组织人马为习近平着刀代笔，以专栏《浙江新语》宣传习近平语录文章，获得习的青睐。5年后，习调任上海，陈敏尔升任浙江副省长，他也是习近平浙江新军的干将。习近平当政后，陈敏尔的仕途更加畅通无阻。陈敏尔先被调到贫困的贵州历练，给时任省委书记栗战书做副手。2012年中共18大上，陈敏尔是唯一当选中央委员的副省级官员。之后他升任贵州省长、省委书记，他主张兼顾左右的均衡发展路线，被称为贵州模式。在他主政期间，贵州成为官方公布的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。在习近平的扶持下，年轻的陈敏尔从边疆大吏迅速崛起为中共政坛的明日之星。2017年，习近平调任心腹大将陈敏尔取代孙政才接掌重庆，出任市委书记。BBC 等外媒认为，这是习近平在中共19大前提拔亲信、清除异己的重要举措。在19大上，57岁的陈敏尔进入政治局，晋升为副国级领导人，也是从此开始，坊间盛传陈敏尔是习近平的储君。2019年10月15号，新加坡准备接任总理的人选时任副总理王瑞杰到重庆会见陈敏尔时，公开称是2个下一代领导人的会面。这种说法事实上就是把陈敏尔当作了习近平的接班人。当时陈敏尔也很受用。2019年是习近平谋求在中共20大上3连任的关键年头。那时习近平已谋定要连任下去。当时外界普遍认为，储君陈敏尔将在20大入常，甚至当总理。结果李强、蔡奇等其他浙江新军的主将都进了常委，陈敏尔却升迁受阻。什么原因呢？在坊间盛传陈敏尔将是习的接班人之后，习近平开始对陈敏尔更加警惕，视他为野心家。陈敏尔20大后被平调到天津担任市委书记，他在贵州、重庆的旧务也相继被查，陈敏尔被边缘化。对于陈敏尔为何突然被习近平抛弃，现在网上出现了一个新说法。作家苏小荷爆料，陈敏尔写给温家宝的密信中透露，习近平20大上发动政变，会上强行架走胡锦涛。陈敏尔当时说了一句话，胡锦涛对我们不薄啊。因为这句错话，他被立即踢出原定的常委名单，命运从此逆转。对此我们无从证实真伪，但在中共密不透风的高墙里，每一次错话都可能是命运的转弯，而每一次投名状则是一场权力洗牌中的血色下注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中共党媒对习近平相关信息的报道也在悄然改变，显示出舆论引导策略的微妙转向。
以下几个细节尤其值得关注。第一，回避习与白俄总统会见的关键信息。6月4号，习近平会见了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。对比当天新华社的通稿与白俄媒体的报道，信息有明显差异。不仅回避了会见地点是习近平的住所，也回避会见性质并非国事访问、工作访问，而只是一次家庭式聚会，更回避了彭丽媛、习明泽参与聚会的信息。语焉不详的通稿似乎在刻意模糊或掩盖什么。第二，不提习的头衔。在报道全球瞩目的重大外交事件中，回避习近平的头衔。6月5号晚，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，新华社快讯就一句话：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。新华社报道是有严格规定与流程的，有1审、2审甚至3审。这则新闻省略了习的头衔，绝非责任编辑的无心之过，很可能是上面授意，故意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释放习近平头衔没了的信号。第三，不提习接受访美邀请。在6月5号川习通话中，双方都各自向对方发出了访问邀请，双方也都接受了对方的邀请。川普对媒体谈到这个通话细节，但新华社发布的通稿中只有习近平欢迎特朗普再次访华，特朗普表示诚挚感谢。只字媒体川普邀请习夫妇访美，习接受了邀请。为什么呢？习近平如果已释权，如果消息属实，那么结果可能有2个：一是习近平即使答应了川普的邀请，也不算数，说说而已；二是习近平已不再可能作为中共国家元首访美了。第四，不提习邀请卢卡申科8月底9月初再访华。白通社报道，习近平6月4号还邀请白俄总统8月底9月初来华，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阅兵式，但新华社报道中只字不提习的这个邀请。有意思的是，白通社的报道却只讲了习的邀请，媒体卢卡申科接受了邀请。这是否意味着中共真正掌军权、左右大局的高层还不确定？到那时还让不让习近平抛头露面？第五，习军中第一亲信许其亮告别仪式疑云重重。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猝逝后，灵堂先是设在了北京空军大院。3天后，新华社6月8号却突然发布许其亮告别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的消息，称习近平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前往送别。为何灵堂突然从空军大院转到八宝山高调举行告别式？为什么告别式上唯独不见现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送的花圈？何卫东已被失踪3个月，早有爆料他被军纪委带走调查后已自我了断。为什么许的遗孀跟习近平握手表情极度冷淡？许其亮的猝逝与他提拔重用的何卫东苗华案有关系吗？这都成了疑点。落叶缤纷便是秋，当众多的异常频频出现，也就在无声传递着一个事实：曾大权独揽、定于一尊傲视前党魁的习近平已风光不再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